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方便面，我是王一飞。印度这个国家啊，大家呢都非常关注。在普通人的印象当中，印度啊，机会主义国家嘛，和世界上的所有大国关系都很好。尤其与中国相比，那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啊，那是非常密切。实际上是不是怎么回事呢？今天就这个话题，请羽田先生来深入挖掘一下。有可能啊，西方啊现在还正在做空印度这个国家呢，怎么回事呢？请羽田先生给他分析一下。印度这个国家呢，前一段时间呢一直气势汹汹的要搞反华啊，在那个边境搞摩擦，然后在经济上呢针对中国，还向美国呢各种示好，眼看着呢这个好像要组成一个四国集团了，反华的小联盟就要成型了。但是呢最近啊，美国呢却开始出手打压印度总理莫迪了。怎么回事呢？现在美国呢主要有2个手段。第一是英国的 BBC 出了一个纪录片，叫《印度莫迪问题》，讲的就是在2002年在古吉拉特邦发生的一次针对穆斯林的一个大仇杀，当时造成了1000多人死亡。而当时莫迪正是这个古吉拉特邦的一个最高行政长官，他当时还阻止警察去制止这个狂热的印度教徒去攻击穆斯林。所以呢，现在呢，这个抛出这个纪录片之后，对莫迪的形象打击呢还是非常严重的。毕竟啊，莫迪马上也要进行大选了，他还想继续连任，去把印度呢，去建设成他理想中的一个世界强国。另外一个事情呢，就是印度首富阿达尼他旗下的集团叫阿达尼集团，被美国的一家做空机构叫新登堡研究公司出了一份报告。他说呢，这个阿达尼集团从几十年前开始就进行股票诈骗，还进行财务诈骗，而且还用了一个词叫厚颜无耻。那么这个报告一出呢，果然这个阿达尼集团的这个股票啊，开始就是直线下跌，几天之内就跌过了超过50%，损失了将近1200亿美元。这个阿达尼呢，也迅速的就不再是印度首富了。所以这一次美国为什么要对印度下手呢？他们难道不是盟友吗？所以这里面呢，可能啊，美国有2个事情对印度很不满意。首先呢，就是印度嘴上叫嚣的反华叫嚣的厉害，但是印度实际行动上呢，好像并没有像美国想象的那么，符合他的意图。而且呢，印度呢做出这个反华的姿态呢，有一部分可能就是为了承接从中国转移出来的这个供应链，这样印度就可以吃到更多的红利。这可能是莫迪的小算盘。但是现在莫迪吃到红利之后，而却不继续反华，或者是口头上反华，而不是实际行动上的，那这美国就不行了。那么美国敲打印度之后，那么莫迪有没有可能改变他的这个措施呢？我觉得不大可能。首先，印度的立国之基就是他的不结盟运动，他是不结盟运动的首领。如果他一边倒的靠向美国，就是动摇他的立国之基的。他们国内的政治势力首先就不答应。其次，一边倒的靠向美国，那他还能得到好处吗？他只有在中美之间左右逢源，才能够得到最大的利益。那么这一次美国呢敲打印度呢，我认为啊，其实呢就是一记昏招，因为都知道印度是个什么货色，你还想把它搞成一个炮灰，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吗？所以呢，这个美国呢是有点过于操之过急了。现在美国敲打印度呢，反而有可能破坏美印之间的关系，让印度向中国靠拢。这一点呢，也许啊，我们中国的外交可以尝试尝试，是不是可以缓和一下双方的关系。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因素，就是在俄乌冲突当中啊，印度并没有像西方那些国家想象那样站在他们那边，又坚持了自己独立自主的国策，所以一系列的因素啊，让美国感到非常不爽。但是这种敲打啊，估计啊也可能达不到美西方达到的效果。那印度你就继续坚持自己的国策吧，关键要和中国搞好关系，你这种国策才有效。否则，老是时不时的听美国一句挑拨就跳起来，你不能始终坚持你的国策，最终损害的还是你自己。好，这个话题呢就聊到这儿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方便面，下期我们再见。